当年剑尊与剑魂一战，最终剑魂被剑尊打散，压制在了东海妖灵之门的潮汐深渊。妖灵之门即将开启，我要你随我剑宗12弟子一同入内，护他们周全。以他二人也在关注其中之物，或许现在出现的才是真正秘而不宣的宝物。令牌，此人修为虽然不高，神识却能闯入这诡异的漩涡，的确不容小觑。我这弟子王林，不知他的机遇还有多少。此界仙力怎会如此稀薄，竟与凡间无异？眼下我对此地一无所知，应先找个能问询之人才是。找到了。终于拿下你了。这阵法玄妙非常，竟能隐藏一切生机。不过，却不似修真联盟修士的手笔，像是上古时期修士所为。就是他！此地为何处？这阵守护的又是何物？我不会说的。你说杀我，后阳族长不会放过你。在下王林，请谷中画事人出来一见。外来者，归还我族之人，离开我的部落。莫要再靠近，你所求之物不在此处。我所求之物，假身。这阵法之力既非灵力，也非仙力，却堪比古神剑之有趣。还以为你有多少手段，也不过如此。受死！万变不离其宗，再复杂的阵法，也不过是禁制符文的组合。只要不断推演，便能化解。怎么可能？上仙竟能破解此阵！上仙饶命！欧阳华知错了，此阵关乎我全族性命，望上仙体谅，莫要毁去。开山门。上仙，请。他们并无半点仙力，却能驱使此等大阵，实在怪异。山谷之中，
究竟是何玄机？大宝、小宝，回家吃饭啦！竟全是凡人！啊！稚子误撞，望上仙莫要怪罪。本以为此等强悍阵法内定有机缘，原只是一座凡人村落。玉瓶内有几十粒丹药，有固本培元之效。王某叨扰，这便离去。上仙留步！今夜是妖灵之夜，眼下夜色将至，上仙若不嫌弃，便在此留宿吧。是啊，妖灵之夜，每逢月圆之夜，妖灵之地蛰伏的所有妖灵便会鱼贯而出，猎杀目之所及的一切活物。长此以往，人们便将这天称为妖灵之夜。据传，无数年前，一位上仙带着我族先祖定居于此，布下这护山大阵，才使我们免于妖灵侵袭之苦。黄龙掌门，您怎知黄龙上仙名讳？莫非是相识之人？不，我所认识的黄龙不过筑基修为，与这画中人绝非一人。我还有疑问，你曾说此地并无我所需之物，究竟是何物？此物与我全族性命攸关，若被人强行夺走，族人根基受损，甚至会虚弱而亡。是以老夫与族人才会对上仙再三阻拦。不过，若上仙还有先前所给的丹药，用以滋补族人损伤的根基，我族愿将上仙所需之物奉送。这些可够？够！多谢上仙。外来者的丹药，在妖灵之地千金难求。上仙，请随我来，我这就带你去取。这波动不是仙力。上仙慧眼，这并非仙力，而是妖灵之地独有的妖力。你所求之物，便是这集妖力所成的妖精。难怪他身上分明全无仙力波动，却能启动那护山阵法。此处的妖精，定然就是妖灵试炼的关窍所在。我要在此修炼，你下去吧。是。熬过今夜，一切平安。今夜妖灵似乎格外猖獗，若大阵无法抵御，他会出手相助吗？队长，今夜的妖灵之力怎会如此强大？小虎，怎么办？
回谷。藏头露尾之辈，滚出来！修为不错，竟能发现我的存在。你是大罗剑宗之人，念在你师门面上，交出妖精，饶你不死。竟就不只是法条，一念值。这招数恐怕就是天运子寿宴那时，你是天运子新收的弟子，自己老七王林，此人可占问点，早知是他，断然不该去招惹。你跑不掉，纵然你贵为天骄，也不过应变中期修为，你论寸进尺了！我是天魁第4尊。伤元魂，使出禁术，你的死不冤！魂魄，来得好。能让坤极边进化，这天鬼的本命之火，倒还真是自我之物。穿上元神的法宝。恭迎上仙归来！恭迎上仙归来！借你们后山一用，若无要紧事，莫要打扰。从今往后，后山视为禁地，不得擅闯。此为族规，违反者驱逐出谷，自生自灭。是。我天鬼道之人有鬼灵护身，你若杀我，我师尊鬼真人定会为我报仇。即便是天运子，见我师尊也是平辈相论。王林，你要想清楚！敢对我用搜魂之术，我师尊定然不会放过你！这妖岭之地共分9郡，每郡各有一妖帝坐镇，一郡之内城池过百，由妖帝麾下8位妖帅统领。而9郡之分，是因此地共有9个古妖之灵，由各郡分别封印。而融合古妖之灵，才是外来修士的真正目标。古妖之灵，乃天地自然运化而出。若修士与之融合，不仅修为暴涨，还可获通天神通。罗云记忆中竟有传闻，与古妖之灵融合之人，有极小概率能进入一种名为神之使的境界。神之使，莫非是使境？这3境都应是灵力与神识的转换。
若能取极境之死，再能有始境之生，我的生死轮回之道，或能有大成之日。现在想这些，为时尚早。据罗云所记，唯有拥有足够的妖力，且立下赫赫战功，才能获得古妖之灵的进谏之机。此地所属天妖郡，离此处最近的便是古妖城。罗云入侵山谷，是为夺取谷内的1甲妖精，与他的2甲妖精融合为3甲，便可获古妖城入府资格。再以低阶的府兵身份，参与进攻吞并其他妖郡，慢慢积战功，应军衔。这怕也是大部分外来修士所选之路。但过早入府成兵，难免受制于人。既如此，莫不如教化此地居民魂幡之术，先拥有一股属于自己的力量。此界仙力怎会如此稀薄？应先找个能问询之人才是。据传无数年前，一位上仙带着我族先祖定居于此。黄龙掌门，你所求之物，便是这集妖力所成的妖精。今夜的妖灵之力，怎会如此强大？藏头露尾之辈，给我出来！据罗云所记，唯有拥有足够的妖力，才能获得古妖之灵的进谏之机。既如此，莫不如教化此地居民魂幡之术，先拥有一股属于自己的力量。这木偶是我的，玩会儿嘛，求你来追我！都给我站住！谁让你们上这儿来的？快走！不要扰了上仙清修。知道了。哎呀，上仙已经3个月没有现身了，也不知到底在做什么。魂幡之术上手较为容易，适用于做教化此地居民的法术神通。此地虽没有灵力，但若能以妖力修炼此术，说不定会另有收获。进去。这以钢木兽皮制作而成的魂旗，虽无法与真正的魂幡相提并论，但胜在制作简单。山谷居民以此自保，不成问题。不过经改良之后的炼魂术所炼化封印的魂兽，无论对方积炼多久，只要我心念一动，便可被我操控。这山谷的力量越强，我掌握的魂器也就越多。如此一来，我还可趁机看看能否修复尊魂幡。一旦尊魂幡修复，便有更大的把握，最终获得古妖之灵。上仙，您的意思是，要将这功法传授给我不成？不只是你，此地所有的居民，今后都要修习此术。上仙，此物晚辈只听闻过，不知道如何使用。贴在眉心，平心静气感受此物。这什么也没有啊！筋脉阻塞，资质不佳，难怪感悟不到。凝神，忍痛。晚辈看到了，此内是炼魂口诀以及魂旗炼制之法，你要仔细记好，从今以后要交给此地所有人。欧阳华，此生不忘上仙之恩。
快！哎，都小心点儿！哎呀，这边！放这儿！哎，你小心点！这儿，好。三甲妖精成了。这妖力倒也有趣，可惜妖力数量太少，只相当于筑基期修士的程度。族长之后，第一个练成魂旗的竟是13啊！魂旗练成的样子好威风啊！好厉害啊！13哥哥真厉害！小13，这魂旗虽成，但还需炼化魂魄封印其内，你还要戒教戒造才是。今日我们一起帮13狩猎野兽，助他提取魂魄吧。谁说我没有？你们看好了！这到底是什么妖兽？这是异宗法师。去！这等强大的妖兽，你是如何收服的？当日我出谷打猎之时，遇到了这只刚刚身死的猛兽，我默念上仙教授的口诀，竟然真的将它的魂魄取出，封进了这魂旗之内。收！回来！多谢上仙救命之恩。记住，炼魂之术没有取巧。此兽虽被你机缘巧合下封印，但若你修为不足，终将被反噬。没事。此子天资尚佳，近日稍加点拨便有所感悟。若是心性成熟些，可成大器。上仙，谷内族人共27人，目前除了我和13拥有主魂魂旗外，其余大多数人都还在精进修习。上仙，外来者现今入局，根据以往经验，为掠夺资源，新一轮部落冲突一触即发，我们接下来的日子怕是要不太平了。与其等着被动挨打，不如主动出击。乱局之中，既然无法独善其身，莫不如我们尽快壮大起来。上仙，我想发动山谷之人前往千里之外的一处地下溶洞，那里是另一部族，共有族人数十。炼魂之术授予你等，可自由行事。
快点，人少，一条队。服下理药汤，便可使其忘记过往，将其纳入新族。这理药汤虽对修士无用，却对子弟之人有奇效。如此一来，部族壮大，也有更多的新人修习炼魂之术。此战甚好。参见上仙。参见上仙。上仙，这是晚辈在对方部落内找到的妖精，特地献给上仙。你献上妖精，立功一件，赐予你下一阶段口诀：好好修炼，不得外传。上仙恩德，13誓死相报。13得上仙器重，未来定然属于他。这小小部落终有鼎盛之日，我这把老骨头也信足了。看来这一步走对了。哎呀，13那队人马本该在前天返回才对。小13，上仙，13他经脉尽断，修为已废。上仙，怎么回事？我们被一个名为天水的大部落袭击了，同行的弟兄都被杀了。带头的那个白衣老者收了我的魂器，又在我体内种下妖物，还说若想要回魂器，便去天水部落找他。带他下去休息。上仙小心，那天水部落乃是天妖城外最强大的部族，他们盘踞在一处上古阵法之内，千百年来都无人可以撼动分毫。13是天水部落给我的活战术。来，结果，让一下。你贪图人家功法也就罢了，还废了他修为，这么做有些过了。我乃左翼将军麾下，杀几个野人，哪来的什么过分之说？那个娃娃身上的功法很有趣，可惜不够完整。若他背后之人不敢现身，我明日便去一趟那个小山谷，将功法带回。人外有人，还是太冒险了。族长，你老糊涂了。若是那人真有本事，何不去我古妖城谋个一官半职？怎可能蜗居在一个蛮荒部落之中？何况我天水部落能绵延1000年，若是真惹上了强者，还有古镇守护，万无一失。谁向我下的战书？出来！外来者，迎变修士。是你？没错，就是老夫取了那几杆小旗。你若要兴师问罪，
便自己破阵进来。我天水部落存续1000年，即便你拥有天大的神通，此阵也绝不是你可以破除。老夫劝你，还是立刻滚开，莫要在这里丢人现眼。这阵法竟可以一次次吸收外来攻击，化为己用，经年累月下来，自然坚不可摧。是吗？他在干什么？你看看，你到底惹上了什么人？疯子，这是个疯子！破开阵法需要些时日，将你连人带阵一同炼化，倒是简单的很。那是上仙。你若坚持不出，我便炼化个7天7夜，到时你天水部落伤亡自负。上仙神威！上仙神威！上仙，你自己惹下的祸事，不要连累整个族落。道友，战术乃老夫所下，你可肯与我一战？我要牵连无辜。你不够资格。打开阵法，欧阳华接收新族人。部族壮大，全仰仗上仙神威。还请上仙为部族重新赐名，予以新生。曾牛小友，老夫再拜托你最后一件事。部落名为炼魂，此内是炼魂口诀以及魂旗炼制之法。从今以后，要交给此地所有人。上仙，乱局之中，既然无法独善其身，莫不如我们尽快壮大起来。小13，13是天水部落给我的活战书。你若要兴师问罪，便自己破阵进来。破开阵法需要些时日，将你连人带阵一同炼化，倒是简单的很。还请上仙为部族重新赐名，予以新生。部落名为炼魂。
3甲妖力相当于筑基，10倍之上便是结丹。类推下来，应变修为就需3万甲。我手中的仙玉数量勉强够提升至应变后期，用这妖力转化为仙力，是眼下突破这问鼎最好的办法。2年时间，部落壮大了不少，确实是拥挤了些。他们手中魂旗内的魂魄需多次寄养，威力才可发挥到最大。倒不如将尊魂幡化作此地护山大阵，此地功法还可反哺尊魂幡。炼魂部落族人释放魂魄进入黑云，每日2次，可淬炼魂体。多谢老祖恩赐，谢老祖赐予神通。13哥哥，炼魂术修炼起来是什么感觉？你问他有什么用？废人一个，连话都不会说。大家快跑！有妖兽！快跑！快跑！快跑！老祖，13在打猎之时遇到了一头罕见的妖兽，待我赶到之时，已经晚了。知道了，你们先出去吧。走吧。经脉全断，体内妖力怎可能达到2甲水准？强行吸收妖力存于血肉之中，如同千刀万剐。他却坚持了整整2年，不可谓不介意。奈何经脉被断，能让他真正脱胎换骨的，只有古神诀。但此术定然不能轻易于人。多谢老祖救命之恩。强行吸纳妖力，可知吸收越多，离死越近。13知晓，13只是觉得强行吸纳妖力，或许还能有一丝修炼的机会。我不想做一个对部落、对老祖无用之人。我可以给你一套炼体之术，让你将妖力融入血肉之中。虽说依旧不能使用神通，但你的肉身却会愈发强悍。炼体之术极为痛苦，行差踏错便是万劫不复。你可想好了？13，定不让老祖失望。那等眼神，我很熟悉。若他能通过巨魔族的炼体之术修炼有成，便传授他古神第1层口诀，一切看他造化吧。参见老祖，这孩子便是日前向您提过的虎袍，他天生便有2星妖力，不过寥寥数月，便已练成13杆魂旗。见过老祖。虎袍已将炼魂术修至第4阶段，收服主魂5个。老祖请看。不得在老祖面前无礼！
此子天资惊人，甚至不下于当年红蝶。若是放任他在部落之内发展，日后或许生变，你就留在我身边修炼吧。虎袍拜见师尊。炼魂部在此，束手就擒！弃械投降者，性命可保。炼魂部落，复我发战！炼魂胜方，日我有罪。4年前，我没急于去古妖城谋求官职，是因无所依仗。如今炼魂部落大事已成，是时候动身了。从今日起，炼魂部落不再对外扩张，尔等全力修行，不可怠慢。欧阳华，今后部落若遇危险，可用此简与我传音。晚辈定不辱使命，恭送老祖出山。好久不见啊！好几十啊！走走走。此地统领在哪儿？哪儿来的野人？统领大人岂是你想见就见的？喂！放肆！胆敢在古妖城伤人，大胆！这一拳不对，是13鲁莽了，但在我眼中，对老祖不敬者都是敌人。我的意思是，你的拳法不对，用力过猛导致外泄，未能做到操控游心。以你现在力量，这一拳不该这么弱。找死！这一拳你要看好。无论神通还是炼体，能够掌控才是核心。修真之路，强者为尊。记住，不必好战，但不可畏战。参见姚统领。血族之女。这姚希雪向来行事霸道，来者不善。王林，你来古妖城，想必也是为了谋取职位，获得战功。妖将有令，跟我来吧。以此女的跋扈，竟甘愿替人传话，收服她的妖将，实力定然不同凡响。你们进城等我。是。10余位应变，更有多位应变后期。罗云记忆中自称妖将，收服应变强者无数。纵横沙场，从无败绩，想来是达到了问鼎期的强者。大人，人已带到。在我城外打我妖兵，放出气息的，是你。不对，此人修为并未问鼎，若只是应变圆满。他如何做到在这妖灵之地1000年不败，让如此多的强者俯首称臣？正是
便让本将看看，你到底有何本事！寂灭之凭这一旨，你可成为我府内长老。妖灵之地分内外两职，唯有外职的都统、统领才能掌握兵权，获得军功。内职，王某不要。你禁止内外职之分，只要实力足够，你们外来者可以获得一切外职。但刚才那一旨不够。你可以继续。这一招来了。我这10崩全印，你接下8崩，便是统领；全部接下，便是都统。1崩，水玉。你们说他能扛下几崩？10崩全翼威震天下，此人实力平平，我看2崩足矣。化魔指，好强的威力！2崩，烈云。这第2崩竟在叠加之下，未能比第1崩更少10倍。若拼死相抗，唯有使用黄泉指或射神车。但此地强者众多，不可此时暴露底牌，无法硬抗，便只有以攻为胜，抢得先机。杀戮心诀。很好，权益之下，你是少数想到反攻而来的。且看看你能不能破开剩下8崩。3崩，断肠。又是10倍威能，他到底为何能放出远超自身妖力修为的咒法？气势不错，但到此为止。4崩，碎星。10崩全翼极为霸道，以我自身的修为，也不过撑到第5崩。若非父亲给予法宝，我都难获统领之职。王林止步于此，实属正常。你能抵抗第4崩已然不易，退下吧，你的位置只能是长老。信念，你的10崩全翼是诞生自信念的神通。有趣。10崩全翼，并非来自妖力修为，而来自此人久经沙场的必胜信念。此招千百年间挫败过无数强者，一次次巩固必胜执念，最终造就了这1崩强过1崩的10崩全翼。若是能以必胜信念继续赢下去，这10崩全翼定然还能进化，永无止境。但既是信念，便还有一种可用——化魔指。
你的道本就与我不同。若想真正掌握化魔指的精髓，唯有以身入魔。居然在本将的石崩拳意下另有感悟，真是有趣。让我看看你有何长进。武崩，还复！我的拳意怎会有所不闻？夺慧命，坏道法。信念虽强，魔念可破。六崩！破你这石崩拳意，不在修为，而是信念之争。不错，我莫利海纵横沙场，长胜千年。你又以何信念胜我？你秦风，逼退了。痛快！王林，我真是小瞧了你。且看这最后三崩之下，你我二人谁的信念更胜一筹？魔念太强，险些将道心吞噬。以身入魔，即便是胜，也得不偿失。辽将大人，在下放弃。如此强烈的魔念，竟然并非你真正的道心。知进退，懂取舍。好，虽未破石崩，但以你实力，足以担任统领一职。今日封你为统领，整妖兵1万，是公平。你先回城内，7日后，自有人带你去所在兵营。谢将军。此人白身入府，修为也不过鹰变中期，竟以一己之力获得了统领之职。如今炼魂部落大势已成，是时候动身了。修真之路，强者为尊。记住，不必好战，但不可畏战。那便让本将看看，你到底有何本事！破你这石崩拳意，不在修为，而是信念之争。一直化魔，以身入魔，即便是胜，也得不偿失。知进退，懂取舍。今日封你为统领，整妖兵1万。
几日来，不论如何镇压，都无法驱除这最后一丝魔念。看来还需另寻他法。老祖，我入这妖灵之地已然多年，此地不论风土人情、修炼法门，都与外界相遇截然不同。唯有支鳞片甲的雕刻，与当年仙界碎片中颇为相似。莫非此地是当年某位仙人开辟的洞府？若真是如此，此处众生岂不无异于圈养的家畜？天地不仁，此间也好，外界也罢，不外如是。客官，小店竹清酒乃是酒郡内出名的千世美酒，何不进来品味一二？老祖，多少年没有喝过酒了。彭越派一别，终于相见，来干！张武。老祖，一丝未能驱除的魔念，竟能令我心神失守。今日魔障不破，我恐怕无法醒来。但仅以仙力镇压，实在瘦小甚微。哎呦！各位爷，里边请。把你们这儿最好的菜、最好的酒都给端上来。闲杂人等，还不快滚！走。统领大人放心，那人就算真敢问上人，黑甲营弟兄也不认。查出他的底细没有？回统领，是个外来者，未能接下妖将大人的时崩权益，是破例赐予的统领一职。大人本就靠着军功获得统领一职，凭何此人一来，大人就要降为副职？就是啊，外来者，哼，实力逊色之辈，不配在我手中夺权。没眼色的东西，还不快滚！放肆！敢对老祖无礼，大胆！你找死你！上！此人倒是奇特，身上竟有两股截然不同的力量在撕。
帮野人，也敢在古瑶城得势！老祖！体内仙魔二力既纠缠不休，平衡难破，不如以外力破之。怎么回事？长矛不受控制了！怕的是在吸收妖力，收回妖力，快！老祖，你醒了。拿去。谢老祖。站住！我们还会再见的。仙魔二力水火不容，以至于难以将魔念逼出。今日以妖力这等本源近似之物作引，机缘巧合下才化险为夷。这魔念可坏人道心，防不胜防，凝练留存下来，今后或有他用。老祖，有人求见。进。在下古妖城管事参军韩进，奉妖将大人之命，带统领前往所属军营。此人气息内敛，修为我却有些看不透。请出示令牌。王统领，请。奉妖将大人之命，带新任的王林统领到营就职。司马副统领还不见过？司马炎见过王统领，早已见过。既然二位相识，在下就不叨扰了。韩某先行告退，向妖将大人复命。有劳。统领大人，黑甲军1万妖兵。除了3人昏迷不醒外，全部在此。都退下吧。都退下吧。是。哪来的孬种？也是我等统领，赶紧夹着尾巴滚蛋吧！这黑甲营统领只能是我司马炎，我倒要看你能撑到几时。这是统领营帐，你们凭何阻拦？此乃司马统领居所，前人免进。敢问副统领居所何在？啊。欺人太甚！老祖，他们如此行事，我们就应该狠狠教训回去。
天妖郡军规，你二人可有记诵？我们这就记下。一人抗命，是兵之责；万人抗命，便是将之责。我若无故出手，落人口实，只会失去统领之位，落得个满城通缉的下场。立威不及一时。一连数日没有动作，此人到底想干什么？你们说这个王林打的到底是什么算盘？窝囊至极，不过是个任人宰割的废物罢了。孙统队此言差矣，此人宠辱不惊，恐怕不是常人。袁老头，那人无故夺了司马大人的统领之位，我等都是大人一手栽培，你可不要长他人志气，灭了自己威风。好了，司马统领应该是碍着妖将大人的面子，不好明面上对那姓王的如何。那王林不过怂蛋一个，有何可惧？若我能替司马统领除掉他，日后定少不了好处。王统领，听闻你胸襟宽广，很能忍啊！还真能忍，简直就是废物！孙统队，你说什么？老子说你是废物！报了统队！天妖郡军规第8条，灭。天妖郡全军以下犯上者，斩！斩！为统队报仇！冥顽不灵。住手！敢向我邀兵，放肆！统领，你来给我们做主了！你们也要以下犯上？王林，你杀害统队，屠戮妖兵，此事我等绝不善罢甘休。13，天妖郡军规第13条，华营围困者，时息不退，斩！计时。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散开！莫有以为你赢了。司马副统领，你如此急匆匆唤我前来，所谓何事啊？王统领无故杀害统队，屠戮妖兵，在下不得不请参军大人前来，为我黑甲营严明军法。好一个血口喷人！可有人证？王林手段残忍，黑甲营上下有目共睹，皆为人证。13，前因后果皆在此内。先谋后动，王统领好手段，以下犯上者，死不足惜。
我会将此事如实禀告妖将。我堂堂10万家妖力，一对统领，竟被一个外来者踩到了头上。司马副统领，治军之道，在于公私分明，令行禁止。莫要同室操戈，成匹夫之勇，你可记好了。鲁马，你恕罪！与我为敌，你还不够格。见报统领，见报统领，见报统领。都退下吧。又失败了。若是没有血魂丹，我已经死了4次。剩下的机会不多了，但父亲交代之事，绝不可有丝毫差池。若能有一个懂得禁制之人从旁助我，定能一举成功。